各位健康之道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志林。今天这期内容，您可千万得打起12分精神听仔细了，因为这事儿关系到咱们每个人、每个家庭的钱袋子安不安全。从今年开始，您去银行领自己的钱，如果少了2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动作，那可真不是闹着玩的。国税局的电话很可能就直接打到您家里来了。我这话一点都不是吓唬人，这是眼下实实在在正在发生的新规矩、新变化。要是您还没订阅咱们健康之道，现在就麻烦您点个关注。咱们这个频道就是专为大家的生活平安健康保驾护航的，特别是家里有上了年纪的长辈，或者最近有买房卖房、孩子结婚这类大额资金安排的朋友，今天这内容您务必要看到最后，一句都别落下。咱们直接说正事。您听我刚才那么一讲，心里是不是直犯嘀咕？这叫什么话？我存进去的血汗钱，我自己要拿出来用，怎么还能用出麻烦、用出问题来了？感觉有点不可思议，对吧？但蔡志林，我在这里必须跟您说，这事儿千真万确，而且已经有不少街坊邻居、叔叔阿姨碰到过了。从今年开始，您常去打交道的那些大银行，像是台湾银行、合作金库、第一银行、华南银行这些，全部都已经换上了一套新的监控系统。这可不是银行吃饱了撑的给自己找事干，这是整个金融体系的规矩变了。银行的电脑和国税局那边的电脑现在是手拉手，信息实时互通，联动的紧紧的。我在金融这行当里摸爬滚打也10几年了，经手过的客户形形色色，没有上万也有好几千，从满头白发的退休老人家到刚出社会领第1份薪水的年轻人，我都服务过。早些年大家最爱问我的问题是，志林啊，哪个定存利息高一点，办什么卡汇款不要手续费呀？可这最近1、2年风向完全变了，我耳朵边最常听到的问题变成了，蔡先生，我不就是取点自己的钱吗？为什么柜台的小姑娘小伙子问东问西的，像审问一样？志林，我昨天接到一个说是国税局打来的电话，问我一笔钱是干嘛用的，吓得我一晚上没睡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您心里也存着这样的疑惑和担心，那今天可算是来对地方了。我蔡志林就把肚子里知道的、看到的、经历过的，全都一五一十、毫不保留的跟大家聊个透。您也别嫌我话多啰嗦，这事要是搞不明白，等到麻烦真的找上门，那时候可真是急得跳脚都没用。首先，咱们得把心态摆正，这绝对不是银行柜员故意刁难咱们储户，也不是他们想偷懒找茬给自己省事，根子就在于制度它更新了，规矩它变严了。从今年起，只要您在银行的账户有什么大额交易，短时间内频繁交易，或者交易的模式看起来不太寻常，银行的电脑系统就会自动给这笔交易打上一个记号，亮起警示灯。我们柜员在前端，系统滴一声响了，我们就必须按照规定多问几句，多确认几下。这不仅是要求我们把钱的数目点清楚，更是要求我们得尽力帮客户把事情也弄明白，把话也问清楚，这样才是真正对客户负责，帮大家把潜在的麻烦提前化解掉。所以啊，对咱们普通存钱取钱的老百姓来说，今后用钱确实不能再像过去那么随心所欲了，心里必须得绷紧一根弦，多留一个心眼，该做的记录一定要做，不然真的很容易一不小心就踩到那条无形的红线。那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要搞这么严格呢？原因说穿了特别简单，就为了2个目的，反洗钱和查逃税。现在国际上对这块抓得非常紧，咱们这边也得同步跟上。银行和国税局的系统现在就像2个精密咬合的齿轮，只要您的账户资金流动轨迹和大多数普通人过日子的正常模式看起来不一样，系统的警报器就可能会响。这里我得特别强调一下，什么叫不一样？这不代表您做了违法犯罪的事，而是说您的资金行为习惯在电脑数据的眼中偏离了常见的轨道。系统它是死的，它不认识您张三李四是谁，它只认冰冷的数据和它设定好的规则。我给大家举几个最常见、最容易理解的例子，您一听就懂了。比如说，您为了家里一件急事，3天之内从同一家银行的账户里分好几次，一共取走了50万现金。在您自己看来，这合情合理，钱也是钱进的，但在系统的逻辑里，它就会产生怀疑，
这个人是不是在故意把一笔大钱拆散成几笔小钱，就是想避开单日现金交易超过50万要上报的这个规定门槛呢？再比如，您手里有一张金额不小的支票，可能是工程款，也可能是卖东西的钱，系统一看就会觉得很奇怪，这笔钱是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为什么消失了这么久，突然又出现了？它的来源是什么？结果就是系统二话不说，自动就把您这笔交易的记录报送给国税局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哪怕您取钱是为了给子女办喜事这种天大的喜庆事，最后都可能接到国税局的询问电话，要求您去解释清楚这笔钱的来龙去脉。听到这儿，估计很多老朋友，特别是习惯了过去那种简单取存方式的老辈人，心里已经开始打鼓了，甚至有点上火。照这么说，以后我花我自己一分一厘辛苦攒下的钱，还得时时刻刻被人从背后盯住，这日子还怎么过？大家千万先别急，也别上火，事情远远没到那么可怕的地步。其实解决的办法非常简单，只要咱们在办业务的时候养成2个顺手的小习惯，多做2个小动作，就能把绝大多数的误会和麻烦直接扼杀在摇篮里，让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发生。这第一个动作也是最关键的，就是不管干什么都要写明用途。不管您是去银行柜台填写取款单、存款单、转账单，还是在 ATM 自动提款机上操作，哪怕您就老老实实写上几个朴实无华的字，比如儿子结婚用、老母亲住院手术费、装修房屋买材料、平常买菜生活开支，就这么短短几个字，作用可就太大了。他们就像给您这笔钱贴上了一个身份标签，让后台的电脑系统一眼就能看明白，哦，这笔钱是用来做这个正当事情的，是合理的生活开支，他看懂了，就不会轻易拉响警报。第二个动作同样重要，就是一定要保留好相关的凭证。什么叫凭证呢？范围其实很广，正式的发票、收据当然是最好的，买卖合同、协议书也行。如果是亲友之间转账，手机里的聊天记录截图，比如你们商量这事的对话，或者能证明这笔钱用途的照片，比如看病时的诊断书、交学费的单子、婚宴的预订合同，这些统统都算。总之一句话，只要能白纸黑字或者电子记录证明这笔钱的来龙去脉和最终去向，您就把它好好收着存着，以后万一真有什么单位需要您说明情况，您把这些凭证一亮出来，那就是铁证如山，比您自己空口说上100句都管用。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哎呀，这么搞是不是太麻烦了？我取个钱存个钱，还得像写作业一样写备注，像管家婆一样留票根，多耽误事啊。蔡志玲，我想请您静下心来比较一下，是现在您顺手多写几个字，多拍一张照存手机里麻烦，还是将来某一天突然被国税局请去喝茶，面对面解释，甚至可能因为解释不清而要补税、缴纳罚款来的麻烦，这两头哪头轻哪头重？我相信您心里一掂量就清楚了。光讲道理，可能大家印象不深。我接下来给大伙讲几个我亲眼见过、亲手处理过的真人真事，大家一听就能彻底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有一天上午刚开门，一位看起来60多岁的陈阿姨拿着存折悄悄找到我的窗口，她压低声音跟我说：“蔡先生，我跟你商量个事，我孙子下个月要办婚礼，我想取60万现金出来包红包，付些尾款。我打算分3天来取，一天取20万，这样一次身上带的钱不多，比较安全，而且也不那么显眼，不会被你们银行盯上吧？”我一听就明白了，陈阿姨这是用了很多长辈心里觉得最聪明、最保险的办法，但在银行现在这套新系统眼里，她这个行为恰恰有个专门的术语，叫做拆单交易，就是故意把一笔大额资金拆分成多笔小额，以规避大额交易报告。我赶紧跟陈阿姨解释：“阿姨，您千万别这么做，您觉得这样低调安全，可系统反而会觉得您这是在刻意躲避监管，更容易触发警报，引起注意。”我当场就教了她我刚才说的那2招。第一，您就大大方方一次或分2次把需要的钱取出来，但在取款凭条的用途栏里清清楚楚写上孙子结婚喜宴用途。第二，您把家里订酒店的酒席合同、买喜糖烟酒的发票、给婚庆公司付定金的收据都用手机拍个照，保存在手机相册里，这样万一日后系统有疑问，您把这些照片一出示，
什么误会都解开了。陈阿姨听完一拍脑门，哎呦，原来是这个道理，我还以为我这办法挺高明呢。她按我说的办了，后来一直风平浪静。过了大概1个礼拜，陈阿姨特意又来银行一趟，不是办业务，就为了当面跟我说声谢谢。她告诉我，她家隔壁邻居差不多同时也是孩子结婚取钱，就没写备注，结果真的接到了国税局的询问电话，老两口在家紧张了好几天，又是翻箱倒柜找单据，又是让子女帮忙写说明，折腾得够呛。您看，这个真实的故事就说明了第一条核心规则：同一个人在同一天在同一家银行注意，是所有分行联网计算的，办理现金存款或取款，累计金额只要超过50万新台币，系统就一定会重点关注。不管您是一次性搞定，还是分好几次操作，只要加总金额过了50万这个键就算。而在这种情况下，您写在单子上的那个用途，还有您手里保留的那些凭证，就是您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护身符。我再讲另一个关于王伯伯的故事。王伯伯是个种了一辈子田的老实人，前2年因为土地只收，拿到了一张面额800万的补偿款支票。老人家一辈子的观念就是现金拿在手里才踏实，觉得支票只是一张纸不放心，但又不敢全取成现金放家里，于是就把这张支票锁在了卧室的抽屉最深处，一放就是整整1年。后来可能是听了子女的劝，或者是自己越想越觉得不妥，又把这张有点发旧的支票拿来银行要存入账户，这一存可就炸了锅了。系统几乎是瞬间就标记了这笔异常交易，一笔沉睡了1年多的巨额支票突然被激活存入。看着王伯伯在柜台前又困惑又紧张的样子，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我安抚他说，伯伯，您别慌，您没做任何错事，但这笔钱是土地只收补偿款，属于财产交易所得，按照规定，我们必须了解并记录它的合法来源。我帮着王伯伯把他当年的土地只收协议书、政府发放的付款证明等文件都找出来复印了一份，同时也建议他自己用手机把这些文件拍下来保存好。我告诉他，这些资料您一定收好，以后如果税务机关需要了解情况，您把这些拿出来，一清二楚，谁也问不倒您。后来王伯伯专程来谢我，说幸亏当时我提醒他留了这么一手，不然事隔1年多，很多细节自己都记不清了，真要是被问到支支吾吾说不明白，那真是有嘴也说不清了。所以说啊，问题的关键根本不在于咱们能不能用自己的钱，而在于咱们能不能让电脑系统看懂这笔钱前进进的来龙去脉。您把事情说明白了，他就不会找您麻烦。还有一个例子更典型，是关于李爷爷的。李爷爷特别疼爱自己的孙子，孙子大学毕业要在城里买房，李爷爷二话不说，拿出自己毕生积蓄要帮孩子付首付。他来柜台说要给孙子的账户转一笔钱，我一看金额是250万，也没多想，就按流程帮他办理了汇款。结果到了第2年，孙子去申请房贷时，银行审核首付款来源，这笔钱就被查出来了。一查发现，这笔来自祖父的资助，已经超过了每人每年赠与税免税额度244万的规定，超了整整6万元。李爷爷接到电话时，整个人都懵了，他很不理解地问我，蔡先生，这是我自己的钱，我愿意给孙子，这是我们家的亲情，怎么还要交税呢？我们是一家人啊。我只能在柜台这边非常耐心地向他解释，李爷爷，您说的亲情一点都没错，但在法律的层面上，亲属之间的大额无偿资金转移，在法律定义上就叫做赠与。国家为了照顾亲情，已经设定了每年244万的免税额度，在这个额度内，您1分钱税都不用交。可一旦超过了这个数字，哪怕只超过1块钱，赠与方也就是您就有义务在发生赠与行为后的30天内，主动到国税局去办理申报。如果您没有申报，将来被税务机关查核到，就不仅仅是补缴税款的问题，还会因为逾期未报而面临罚款。李爷爷听完后悔得直跺脚，连连说，早知道就差这6万块钱的事，我哪怕去国税局排个队填张表申报一下呢，现在又是补税又是罚款，这冤枉钱花得我心里真堵得慌。这件事让我感慨特别深，很多长辈绝不是想故意违反规定，他们往往是真的不知道有这么一条规矩，或者打心眼里觉得一家人转个账，
哪有那么多弯弯绕绕？可现实就是，事前的这一点点小准备、小了解，真的能为您省下后来无数的大麻烦和可能的经济损失。在跟这么多客户打交道的过程中，我慢慢总结出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咱们要做的，其实就是学会把生活中的人情事理转化成系统能读懂的资料证据，写明用途，就是主动给系统一个合理化的解释，保留凭证，就是提前给自己准备好一把坚固的保护伞。当您在转账备注里写上给儿子按月的生活费，或者支援女儿买房首付款时，系统在后台进行数据比对和分析时，就能很顺利地把这笔交易归类到家庭合理开支的范畴里，税务机关自然也就不会再额外关注您。您可千万别小看备注栏里那寥寥几个字，在关键时刻，他们可能就是帮您省去无数口舌和奔波的最强工具。根据我这些年的经验，我给大家提炼出2条必须刻在脑子里的金额红线，大家务必记牢。第一条红线是50万新台币，这是现金存取款的报告门槛，只要涉及现金，不管是存还是取，您在同一天，在同一家银行所有分行算一起累计操作金额超过50万，系统就会自动生成报告。再次强调，是累计超过就算，您分5次，每次取10万，加起来50万，一样触发。所以，如果确实有大额现金需求，能通过转账解决的，就尽量不要取现。如果非取现不可，那么一个实用的建议是，分开不同的日子去办理，或者去不同的银行分开操作，并且每一次都务必在单据上写清楚取款用途。第2条红线是244万新台币，这是每人每年赠与他人的免税额度。您1年之内赠送给同一个人的现金、房产、股票、珠宝等有价值的财物，总价值不能超过244万，超过了，您就必须在30天内去国税局申报并计算缴纳赠与税。亲人之间的大额帮扶，一定要心里有这笔账，算好这个数。接下来我得说说3种最容易踩坑的情况，很多长辈都在这上面吃过亏。第一种情况就是分次领钱凑整数，很多人觉得一次领太多钱不安全，或者怕银行问，就分好几次去领，甚至跑好几个柜台。你自己觉得是分散风险，在系统看来，这就是故意要把大额资金拆散了躲避监管，这叫拆单。这在反洗钱系统里是重点监控的行为。其实你只要光明正大去领，如实说清楚用途，比你偷偷摸摸分好几次要安全得多。第2种情况就是转账不写备注，父母给孩子转钱，觉得都是一家人，写啥备注啊？但在系统里，这就是一笔没头没脑的大额资金流动。你写个生活费、学费，哪怕写个买菜钱，系统都知道这是家里过日子的钱，就不会盯着你不放了。第3种情况就是大额现金放家里，事后才存。有的老人习惯把钱取出来放家里，觉得踏实，放个1年半载的，又觉得不安全了，再拿去存。这时候系统就会问，这钱中间这段时间去哪了？为什么突然又回来了？这种资金链断裂的情况最容易被查。比起你事后费尽口舌去解释，不如一开始就存着，或者早点入账并写清楚说明。这些话我跟很多客户都说过，有的客户听进去了，拿个小本记下来，贴在冰箱上提醒家里人。今天我也把这些经验整理出来，送给屏幕前的各位。第一，大额现金要分行分天，别在同一天同一家银行把50万的额度用满，跨行或者分日子办更安全。第2，每笔交易都要写用途，备注栏就是你的防火墙。第3，凭证一定要留，不管是纸质的还是手机截图，都保存好，这比你事后说1万句好话都管用。第4，赠与超过244万，一定要申报，别拖着，30天内办完最省心，补税总比罚款划算。第5，如果真有特别大的资金安排，拿不准主意的，千万别怕麻烦，去问问银行的经理，或者找个懂行的会计问问。现在的银行服务都挺好的，他们会告诉你怎么合规操作，能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这5点建议不是死板的教条，而是咱老百姓能用得上的保命符。很多长辈听完都说，原来也没那么复杂，就是办事的时候多想一步。我还经常听到有些老人在柜台抱怨说，现在日子好了，怎么用自己的钱反而越来越麻烦了。我总是笑着跟他们说，其实不是变麻烦了，
而是咱们要把正当的事情说清楚。我们和国家其实是一条心，国家要打击那些洗黑钱的、逃税的，我们老百姓要的是资金安全。只要咱们配合，把这用途写明白，把凭证留好，坏人就钻不了空子，咱们的钱也就更安全了。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因为资金流动异常被通报的案子里，有一大半都是因为备注没写清楚或者没有凭证造成的误会。这些误会一旦产生，你去银行解释，去税务局说明，这一套流程走下来，少说也得折腾个3-5天，既浪费时间，又搞得心情不好，何必呢？而且大家要注意，随着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明年开始这套监控系统覆盖的面会更广，不光是大银行，连邮局、信用社这些地方都会联网。也就是说，这套规矩以后是通用的，咱们现在学会了，以后走到哪都不怕。如果咱们家里有那种习惯用存折领现金的老人，您一定要把今天这2句话告诉他们。每次填单子多写几个字，把用途写上，每次办完业务把单子收好，别随手扔了。就这么简单的2步，就能把大麻烦挡在门外。钱还是你的钱，只是换了一种更安全、更规范的用法。最后，志玲，我还得特别啰嗦一句，给大家提个醒，现在的骗子也是与时俱进，他们也知道这个新规定，所以最近出现了一种新的诈骗手法，骗子会冒充银行或者国税局的人给你打电话，说因为新规定，你的账户资金有异常，需要你配合调查，让你去操作提款机，或者把钱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大家记住了，真正的银行和国税局，如果对你的资金有疑问，绝对不会让你在电话里转账，更不会让你去操作提款机，他们一定会请你带着身份证，带着资料，亲身到柜台或者税务局去办理。而且他们会给你足够的时间去准备资料，不会在电话里催命似的让你赶紧转钱。凡是电话里让你转钱的，一律是诈骗。制度的各种规定，目的不是为了刁难咱们老百姓，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更透明、更安全的金融环境。只要咱们懂规矩，稍微改变一下习惯，就能安安心心的花咱们辛苦赚来的每一分钱。咱们国家发展的这么好，以后大家手里的钱肯定会越来越多，日子也会越过越红火。咱们把这些理财的小知识学到手，就是为了守住咱们的钱袋子，守住咱们晚年的幸福。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希望能给大伙儿提个醒。如果您觉得志玲讲的这些对您有用，麻烦您动动手指点个赞，转发给身边的亲戚朋友，特别是家里的长辈，让他们也都知道。别忘了订阅健康之道，我是志玲，咱们下期再见。